儿才20多岁就横死，你家这是犯太岁呀！哎，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斋教法师，他的太岁符可灵了，从此保管你家再不碰上这种横事儿。你胡说，我女儿不是横死。横死你也瞒不住呀！你的女儿上了吊，方正都知道了。要不是我们万年县刚没了县尉，公谢的人早都上了门了。我苦命的女儿啊，有什么事你想不开，怎么就上了吊了？她并非自缢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小姐并非自缢，而是被勒死后吊起来的。什么？我女儿是被勒死的？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呀！你要是想叫她死得不明不白，可以当我没说。我这就用颜色将她颈上的勒痕与指甲痕覆盖，便没有人可以看得出来。他是干嘛的？他瞎说的吧？炼乳师是给逝者化妆的，是个新行当。这孩子原来也是花容月貌，走的时候还能这么漂亮，挺好。哎，你画一次多少钱？你这生意做得怎么样？是不是找你的人不多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呀，你呢想做好生意，得跟我合作，我给你介绍活，只要你2成佣金就行。行了，你别在这招揽生意了。说我女儿不是上吊，除了这几个指甲印，你可还有其他证据？真自缢者，眼合唇开，手握齿漏，缢在喉上，舌抵齿，喉下舌多出，而小姐并非这样。你看，锁钩平直，环绕颈部，颜色不深，这是被勒死的痕迹，且有指甲伤，应是试图自救时留下来的。再有，真自缢者，双手握拳，而小姐，难道我女儿真的是被人害死的吗？是他，一定是他们害死我女儿的！主人他给你钱了没有？他去报官了，等仵作来了，会将妆容尽数擦掉，届时我再画，便收取2份钱了。哎，你是炼容师还是仵作呀？你要是仵作就更好了，当下长安城最缺仵作了。哎，我给你介绍生意，你分我1成5就好。我虽生意不好，但尚能糊口，无需人中间介绍。再有，佣金超过1成者，即被视为把持行市，你收得过高，会被判定为祸乱买卖，要挨板子的。那你请客吃饭吗？我也可以订酒楼的，整个长安城最好的酒楼包房都可以找我订。你要是想请客吃饭的话，可以找我，不过不用担心佣金的问题，酒楼自会付给我的。徐期长，叫你来呢，是想问你，上次给马奎验尸的那个仵作，不常给公谢做事吧？是，临时找了一个，平时是在寿材铺给死人穿衣服的。这么说，是杜县尉特意安排的？还真不是，那天就是没找到合适的仵作。不会是万年县就没有好仵作吧？那怎么可能？天下第一仵作耿无伤就住在咱们万年县啊。耿无伤，哎呦，确实大名鼎鼎。也配得上“天下第一”这4个字。当年我跟随狄公时，就见过他多次。老人家身体还好吧？就是不好嘛，所以这几年就没请他。他倒是有2位高徒，有一位已经转行不做了，另外一位忙得很，刑部、大理寺有了命案都叫他。故而那天我们就没请来。我要见上官，我女儿死得冤呐！刚刚可是你击鼓，上官，快为小民做主，我女儿被人勒死了。人在何处？现在家中。头前带路。
先生便是阴妖吧？炼容师，阴妖，画得不错，妆容精致。也要感谢你，并未用妆容之物盖住死者颈部的勒痕、指痕。我已验过，你可以进去接着画了。我并没有看到仵作来，上官，确定不用再验尸了？阴妖，你以为你不干，万年县就没有好仵作了？苏县尉自己就是个好仵作。不可能，仵作不可考取功名，又如何能当上县尉？苏某确实不是仵作，仵作之学只是略懂皮毛而已。而先生一定是一位好仵作。你之前说死者是先被勒死，后又伪装成自缢的，判断无误，有劳了。哎呀，死者的父亲对凶手已有所怀疑。他媳妇儿死得早，去年又娶，那妇人不本分，常趁他不在家与别人私通，曾被他女儿撞上过。昨日发现女儿吊死了，便称自己害怕，跑回了娘家。这太让人生疑了吧？我去找那妇人。如此甚好。苏县尉，这樱桃是雍州府的人，让他去抓那妇人没问题。如今最怕的是走漏消息。那妇人相好的就住在这坊中，入西门右手第3间，是个炼金术士，会些武艺。你去问话，若家中无人，查看家中的情形，若有逃跑迹象，立刻画像缉拿。明白。哎呀，其实此案并不复杂，关键在于仵作。这你都看出来了？按你的说法，这个阴妖，什么破名字，是个好仵作。那因何改行当了炼容师呢？可说呢。哎呀，就算是那个傲气的秦孝白来了，也得夸他画得好啊。殷先生今日可有闲暇？苏某想请先生小酌几杯，交个朋友。今日没空啊？哎，姓殷的，堂堂嫡公弟子苏县尉称呼你一声先生，那是给你脸了。你怎么如此无礼啊？多谢苏县尉厚爱，因妖尚有要事在身，今日真的没空，还请见谅。无妨，那我改日再约你。满意了？你有本事的人都多少有几分傲气，你我年轻的时候不也一样吗？你要这么说，那还真是抬举他了。他能跟我们俩比吗？走，快点，走。苏县尉真是料事如神，这小子正要跑呢，被我撞个正着。以据实交代，就是他与有夫之妇私通，被死者撞见，怕事情败露，才下的毒手，先勒死，再吊起来，伪装成自缢。这妇人也招了，勒死人的主意就是他出的。你们两个好歹毒！